40多年前，韩国人终于把戒严赶进了历史。可2024年12月3号的晚上，他竟然又回来了。这一次，韩国人一刻也不想等，他们从家里冲出来，从地铁站涌出来，从四面八方赶到国会，挡在戒严军队的前面。那一夜，整座首尔城都在抢时间，为了一次紧急的投票，他们要帮议员们挤出一条通往国会的路，把那扇门撞开。那一夜改变历史的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他们是学生，是小职员，是医生、律师和小业主，是一个个默默无闻的首尔市民。仅仅用了6个小时，就把这场卷土重来的戒严硬生生顶了回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夏，今天我们不讲政治，不讲权谋，讲讲首尔的那一夜无数个勇敢的普通人。本期故事是根据戒严之夜的123人证言整理创作。现在故事开始。2024年的12月3号是个星期二，首尔的冬天天黑得早，路边的烤肉店里热气腾腾，街上的行人一个个缩着脖子赶路。就是这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晚上，突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冲到街道中央，扯着嗓子大喊：戒严了，是真的，大家快看新闻，尹锡悦刚刚发布了戒严令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喊，周围的人先是一愣，然后纷纷笑了。店里的酒客扭过头来看他，赶路的行人也停下脚步看他，那眼神都差不多，这人是不是疯了？可大家当时还不知道，他说的竟然都是真的。就在刚刚不久前，晚上10点25分，韩国总统尹锡悦出现在电视上，他发布了紧急讲话，宣布全国戒严，禁止一切政治活动，不许集会，不许罢工，媒体被管控，医生限时返岗，军警可以抓人，可以搜查，可以拘禁。消息传到网络，最开始很多人根本不信，都2024年了，谁会相信韩国还能戒严？很多年轻人根本没见过戒严，他们只是在书本里听过，从长辈的嘴里听过，从那些已经发黄的老照片里见过。1980年，光州戒严部队开进城，枪口对准的是自己的国民。那一次，街头留下的不只是传单和口号，还有鲜血。可现在这2个字再一次从电视里跳了出来，于是有人坐不住了。刚才那个在街头大喊的年轻人叫金东贤，他不是什么政治人物，就是一个住在半地下室的普通人。喊完之后，他先回了趟家，往猫碗里倒了大约1周的猫粮，再往身上套了好几层衣服，然后打车出发，直奔国会所在的汝矣岛。一路上，他把车窗摇下来，继续朝着外面大喊，好像要把整座城市叫醒一样。与此同时，59岁的李元总也坐不住了。他是个演员，不是什么大明星，但演了一辈子戏，在电视上一定见过这张脸。他本想第一时间赶往国会，却被老婆骂了个狗血淋头。老婆说：你一个演戏的去了能干什么？李元总嘴上不服气，但心里其实希望妻子拦得更狠一些，这样他就有了一个不去的理由。毕竟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，当然知道对抗戒严要面对什么。但他最后还是去了。他清点了一下家里的现金，跟女儿说了声晚安，穿上羽绒服，默默地出了门。这个晚上，整座城市像被什么东西推了一把，40多年前留下来的那套本能又开始运转起来。38岁的餐馆老板吴宗吉冲出家门的时候，特意换了双运动鞋，又系紧了鞋带。他全家都是光州人，在街头运动里一定要把鞋带系紧，这是妈妈传下来的经验。大邱大学的学生韩一焕给妈妈打了个电话，坐上夜班车连夜往首尔赶。首尔大学的学生沈之后坐了辆共享汽车，把周围的朋友们一个个捡上来，开向国会。庆熙大学的教授金正海要出门，妻子和女儿没有拦他，而是陪着他一起上了车。有人扔下手里的酒杯转身就走，有人安抚好家人后推开家门，还有人从灵堂上说了声抱歉就匆匆离开。哪怕他们只是一个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，但面对时隔40多年又卷土重来的戒严，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念头：今晚他们要在场。国会议事堂在汝矣岛的北侧，
中央大学社会福利系的硕士生李在正是最早赶到的市民之一。他到的时候还不到11点，门口聚集的市民还不多，但警察已经到了。他们堵在大门口，把一波着急赶回国会的议员、助理和秘书全挡在外面。一辆又一辆的警用大巴正在倒车，一点一点把国会的门封死。李在正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尹锡悦的戒严不像是说着玩的。按照韩国的法律，国会是唯一有权解除戒严令的机构，只要过半数的议员进入国会本厅，按下表决器，戒严就能当场作废。这是尹锡悦唯一的软肋，所以戒严令刚一生效，他就盯上了国会，要抢在议员赶到之前把他封死。这一刻，时间成了两边拼抢的东西。李在正跟着人群冲上去，将警察的队伍撕开一道口子，把拦在外面的议员和助理一个一个的推进国会大门，又死死的拽住大门不让它合上。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赶来。50岁的航空公司职员崔正英来了，33岁的律师事务所职员金素媛来了，31岁的游泳教练尹贤珠来了，21岁的大一新生金义坛来了，还有一位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和丈夫、婆婆3个人一起站在汝矣岛的寒风里。短短1个多小时，已经有几千人涌到国会门口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。60岁的小说家安德勋是坐地铁来的，他看见车厢里有一大把人的眼神都是一样的。下了车，他们一起走向同一个方向。但警察的人数也在涨。尹锡悦没料到市民会来得这么快，5个机动队的警力被调往国会，可还没有全部到位。突然头顶响起一阵刺耳的轰鸣，几架黑鹰直升机出现在国会的上空，戒严部队的先遣队到了。天上有飞机，地上有警察，门口有大巴，国会正在被一寸一寸的围死，可是议员还在门外。共同民主党的曹国议员抵达大门口的时候，警察堵得不让进，门外的市民认出了他，一起高喊着加油，把他硬推进了大门。可大多数的议员没有这么幸运，如果凑不够过半的票数，尹锡悦的戒严恐怕就要得逞了。正门进不去，那就只能翻墙。国会议长宇元直是最早翻墙进去的议员之一，只有他才有权启动解除戒严的程序，所以他必须进去，哪怕是翻墙。共同民主党的林光炫议员翻墙的时候，10几个市民冲过去拦住警察，跟他们扭打在一起，硬是把他推上了墙头。改革新党的千鹤兰议员翻墙的时候，一个不认识的市民直接趴在他脚边，让他踩着自己的背翻过去。就连尹锡悦自己的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也来了18位议员。一边是市民的齐心协力，而另一边警察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。现场的市民能明显感觉到，很多一线的警察对封锁国会表现得并不积极。退役20年的前707特战队成员李冠勋翻墙进去支援的时候，正好碰上警察。那位警察淡淡的笑了一下，说趁我不看的时候翻进去吧，然后把背转了过去。就这样，一个又一个国会议员被送了进去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，不是因为警察，是因为远处的夜风里传来了引擎的轰鸣，一辆辆军用大巴正朝着国会开来，车顶泛着冷光，车里坐着全副武装的士兵。军队到了。军用大巴的门打开，士兵们跳下车，他们穿着迷彩服，蒙着面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手里端着步枪，钢盔上挂着叶世仪。没有人说话，他们列成队，朝着国会本馆的方向走来。站在现场的白一鸣心里顿时一沉，他是做军用安全和消防装备的海外进口，看一个士兵身上穿什么带什么，他就能判断这支部队接到的是什么任务。眼前的这一身是反恐作战的配置，夜视仪、开门工具、战术背心、防弹盾牌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只能说明一件事儿，这些人不是来封锁国会的，他们是来破门抓人的。可国会里面坐着的不是什么恐怖分子，是刚刚翻墙进去的国会议员。市民们好不容易把他们一个一个送了进去，要是再被军人抓出来，前面所有人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守护在国会本馆前面的人群顿时激动了起来，
一群人涌上前，不顾一切地跟士兵推搡在一起。46岁的 IT 开发者安保蓝就挤在最前面。来之前，他并不怎么了解光州的那段历史，也不太了解戒严意味着什么，就是一个从家里赶过来的普通中年人。可就在跟一个士兵对视的那瞬间，那个士兵条件反射性的把手按在了枪上。安保蓝浑身一惊，赶紧把手高高的举起来，让对方看清楚自己手里什么都没有。这一幕恰好被电视直播拍了下来，他的家人就在电视机前看着，女儿不明白爸爸为什么要举着手。就在外面推搡成一团的时候，里面也出了状况。直升机越过人群，空降了一支小队，直奔国会本馆。咣的一声巨响，本馆一层大厅的窗户被砸碎了，紧接着是一串脚步声，沉重、急促、统一。全副武装的戒严小队从窗口翻了进来。他们不是普通的步兵，看制服和装备是陆军特战司令部第707特战队，韩国最精锐的部队之一，专门执行反恐、奇袭和渗透任务。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：国会本会议场，议员们准备表决的地方。只要冲进了那扇门，这场戒严就算成了。这时候，国会的职员们迎了上去，带头的是金明基，国会事务总长，59岁，一个管文件、管行政的人。但他以前在国防委员会和情报委员会干过，年轻的时候还在陆军201特战旅服役过。他立刻把国会的职员动员了起来，事务处的、警卫队的、后勤的。但他们没有枪。不过韩国是全民兵役制，在场的几百号人大多数服过役。他们冲向本馆的一层大厅，有人拖桌子堵门，有人搬沙发顶住楼梯口，有人去提灭火器。一件件家具被垒了起来，堆成一道又一道的路障。金明基在堵，即便是戒严，军人也不敢轻易开枪，因为一旦开枪，韩国就彻底回到了1980年了。就这样，一群手无寸铁的国会职员用家具、用身体、用服役留下来的肌肉记忆，把这支韩国最精锐的反恐部队堵在了1楼。而在本会议场内，议员们根本顾不上这些，有人在拼命打电话，有人在数人头。今晚能出现在这里的，不管是什么党派，立场只有一个：解除戒严。但至少需要151票，而现在120、130、140，有人数了一遍又一遍，就差11票就能触发解除戒严的表决。可这时候，武装士兵正在砸开2楼的路障，外面又有3架直升机降落在国会的草坪上。国会本馆里面的动静传到了外面，有人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，有人听见家具倒下的声音，有人从手机直播里看见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本馆的画面。守护在门外的人群再次骚动起来，本能的往国会本馆的方向涌过去。在通往本馆入口的台阶上，自发的站成一排又一排的人墙，没有人指挥，没有人组织，他们手挽着手，把自己的身体垒成一道台阶上的防线，不让更多的士兵进入国会本馆。他们用肩膀、用胸口、用整个身体把士兵们顶回去。有人被推倒了，爬起来再顶；有人手臂被士兵抓住了，身旁的陌生人立刻用力的拽住。更多的人涌上来，守护的彼此。有人举着手机贴了上去，手机屏幕一个接一个的亮起来，密密麻麻的举过头顶。每一个手机都在说一件事儿：我们在看，全世界都在看。不过士兵们并没有进一步的行动。当时在现场的音乐人黄仁金注意到，这些士兵其实对执行的任务并不太积极。面对市民们的训斥，他们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。36岁的刑辩律师郑求胜对着士兵们大喊：这是内乱，是叛乱，你们可以抗命。哥是律师，我军事案件做得多，哥给你做无罪辩护。共同民主党的前发言人安圭令在推搡中直接握住了面前士兵的枪口。62岁的全英国是民主老总的党代表，也是个律师。他从别人那里借了个扩音器，劝说对面的士兵不要执行错误的命令。可他个子矮，声音被淹没在人群里。旁边有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人，二话不说，把他一把举起来，扛到自己的肩膀上。人们的呼声震耳欲聋，反对戒严和弹劾尹锡悦的口号此起彼伏，一声比一声响。
有人喊哑了嗓子，有人热泪盈眶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群里有人高举手机，大叫一声：通过了，决议案通过了。手机从一双双手里传过，屏幕上的直播画面里，议长敲下了议事锤，全体议员一起起立，决议案通过。不止151票，而是190票。到场的每一个议员，无论党派，都投了赞成。此刻是凌晨1点01分。那一刻，整个现场安静了半秒，然后人群里好像炸开了一样，有人原地转圈，哭完了又笑，有人擦着眼泪哽咽出声。从国会本馆到大门口，再到整个汝矣岛，欢呼的声浪一圈一圈的扩散开来。可欢呼声还没有落下，远处就传来一个声音，一开始很轻，然后慢慢变大，由远到近，越来越响，是直升机。有人抬起了头，看到夜空中又有黑鹰直升机正朝这边飞来。欢呼声慢慢停了下来，市民们疑惑地看着彼此，怎么又来了？不是都结束了吗？再扭头一看，前面的士兵并没有撤离，依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。国会的表决通过了，但尹锡悦还没有认输。表决通过了，但没有人离开，因为军队还没有撤。不光是没有撤，直升机还在一架接一架的飞过来。本馆里的戒严小队还在行动，他们切断了地下一层的电源。还有消息说，更多的地面部队正在赶来。市民们已经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，议员送进去了，表决通过了，但尹锡悦似乎并不打算低头。愤怒的情绪在人群中点燃，弹劾尹锡悦的口号响彻了整个汝矣岛。可连国会表决都阻止不了尹锡悦，口号又管什么用呢？远处一辆辆军车亮着刺眼的大灯朝国会方向开了过来。赶来增援的是第一空降特战旅的第5602部队，打头的是一辆 K153 机甲搜索车，从西江大桥驶来，直奔国会方向。当时的路上没什么人，因为大部分市民都聚集在国会门口。突然，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出现在马路中央，像是凭空冒出来的一样。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路大喊着过来，想要叫醒整个城市的那个疯子金东贤。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马路中央，汝矣岛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。金东贤没有说话，两只手用力地按住车头，透过挡风玻璃静静地看着里面那个同样年轻的司机。以前服役的时候，金东贤也是驾驶兵。司机避开了他的目光，把车往前顶了顶。金东贤没有退，反而把整个身体贴了上去。军车想要绕过去，金东贤又紧跟了上去。这时候又跑来3-4个陌生人，大家一起贴在车头。司机尝试了几次，始终无法摆脱这帮不要命的家伙。有人大喊要过去，就从我们身上碾过去。接着又有更多的人涌了过来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汽车引擎低沉的轰鸣一直在持续，冬夜的白气从每个人的嘴里一团一团的冒出来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军车终于又动了，不是往前顶，而是往后退，掉头朝着西江大桥的方向开走了。马路上的这群人也默默地散开，相互挥了挥手，连彼此的名字都没问，默默地消失在汝矣岛的夜色里。金东贤没有走，他在路边的地上坐下，盯着马路的尽头，一直这么看着。有朋友打电话约他一起离开，金东贤说再等等。那一刻很多人都在等，虽然已经投完票，但本会议场里的议员们还等在那里，组织防御的国会职员们也在等，没敢靠近国会，却始终徘徊在汝矣岛的演员里园中在等。系紧了鞋带冲出来的餐馆老板吴宗吉在等，刚才在士兵面前高举双手的安宝兰在等，还有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和老公婆婆一家人也在等。首尔的那一夜，还有无数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市民全都等在汝矣岛上。凌晨4点27分，尹锡悦再次出现在电视上，宣布解除戒严令，接着军队撤回了。汝矣岛上的市民终于松了口气，有人欢呼，但更多的人只是露出疲惫的笑容。
大家相互感谢，相互道别，有人匆匆赶回家，有人走进路边的汤饭馆，有人直接赶去上班了。天色渐渐亮了起来，坐在路边的金东贤还不知道，自己成了众多媒体争相寻找的韩国坦克人。他站起身，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腿，用力啊了一声，清了清寒哑的嗓子，然后慢慢的朝着地铁站走去。首尔的这一夜过去了，新的一天即将开始。这就是本期的故事，欢迎订阅、点赞和评论。我是老夏，我们下期见。